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君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草帽一伙。静谧的海岸之夜，罗宾一个人静静地秉烛夜读，索隆在外面值班守夜，其他人则心安地呼呼大睡。一个看起来有些惊悚的小孩偷偷潜到了梅利号的船底，索隆感觉有些异样，起身查看了一下，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，于是坐下来打瞌睡。半夜，睡地的小孩举起海马样式的号角，吹出一阵阵低沉雄厚的声音。第二天一早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罗宾看了一夜的书，依旧精力充沛，他很自然地和刚刚睡醒的娜美打了个招呼。娜美愣了一下，然后用惊讶又困惑的眼光扫视周围，问出了一个让罗宾语塞的问题：你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男人宿舍这边也发生了骚乱。乔巴睡醒后，惊恐地发现自己居然和一群陌生的人类在一起，尖叫着窜出了宿舍。山治默默地吸烟，自己明明在海上餐厅巴拉蒂的房间里，怎么一觉醒来跑到这儿来了？乌索普面对陌生的山治和路飞，又害怕又紧张，双手不停地抖动。为了自保，乌索普急中生智，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吹牛皮。乌索普告诉山治和路飞，自己是这个海贼团的团长，有8000部下，他们两个都是自己的手下。昨天晚上他们遭遇了巨大鲸鱼的袭击，是自己出手才将他们二人救了上来。路飞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，山治冷漠地看他一眼，问道：你骗人的吧？所有人面对失忆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惊讶和紧张，只有路飞像个没事人一样，依旧没心没肺，若无其事。山治站起身来，十分乐观地笑了笑，既然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不如先吃饱饭吧。路飞听到吃饭2个字，双眼直冒金光。三人顺着梯子来到甲板上，四处张望。这时船舱打开，罗宾和娜美从里面走了出来。罗宾本想通报众人娜美失忆了，但是几分钟之后，罗宾就心塞地发现，原来除了自己，大家都失忆了。罗宾告诉大家，目前他们正在伟大航路上，并且说明到他们7个人是一起驾船冒险的伙伴。可是娜美、路飞等人的记忆仅仅停留在了家乡那个时间点，听说自己已经莫名其妙地来到了伟大航路，大家感觉十分不可思议。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，为什么自己会和眼前这些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一条船上？罗宾指了指桅杆上的海贼旗，告诉大家，因为那个。大家一看，差点惊掉了下巴。在娜美、乔巴、乌索普的头脑记忆中，海贼都是无恶不作的坏人，尤其是娜美在家乡的时候，饱受阿龙海贼团的欺凌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海贼在一起。可惜阿拉巴斯坦之前的事情，罗宾并不清楚。他让娜美看看自己的航海日志，也许能想起来什么。娜美躲在房间里回忆着家乡的事情。路飞则因为山治的一句鹿肉很好吃，在甲板上疯狂追赶乔巴。索隆从瞌睡中被吵醒，不出罗宾意料，索隆果然也失忆了。乌索普听说索隆是赏金猎人，虚张声势地说自己有8000部下，让索隆老实点。没想到索隆听完更开心了，准备对乌索普拔刀。拥有8000部下的海贼，那一定非常值钱。罗宾在一边帮腔说，这个人的脑袋一文不值。娜美在船舱里偷走了一包船上的财宝，然后抢了梅利号上的威霸，直接冲进海里逃走了。他一定要赶回家乡，摆脱掉这群海贼。索隆见娜美离开了，于是自己也跳入水中游离了梅利号。山治比较冷静，他相信了罗宾的话，让罗宾详细讲述下他们失去的那些记忆。娜美骑着威霸来到附近一个十分奇怪的小岛，刚登上小岛，娜美就感觉到不对劲儿，这个岛屿静得出奇。明明岛上有人类的房子，但是却不见一个人。这时送报鸟将一摞报纸丢了下来，娜美还没来得及去捡起报纸，岛上的人打开自家房门，如一群蝗虫一般冲出来，拼命地争夺报纸，紧接着又各自迅速地回到房子里，将门锁住。娜美站在一边不知所措，这个岛的居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娜美回过头，看见一个抱着海马号角的小孩站在后面，小孩脸上带着假笑，热情地走过来和娜美打招呼，聊了几句之后就跑开了。梅利号上，山治在给大家准备午饭，罗宾给路飞他们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草帽团的一些事情，虽然听起来很难相信，但是山治发现厨房餐具摆放的位置的确和自己的习惯一模一样。不过他们到底是怎么失忆的呢？在头一天晚上的时候，草帽团驾驶梅利号来到这片海域，由于天色已晚，娜美发现前方小岛附近到处都是珊瑚礁，贸然靠近恐怕会很危险，于是将船停在了浅水区过夜。结果在半夜的时候，有一阵奇怪的号角声传来，所有熟睡的人都在梦中听见了这个声音，同时看到了一个拿着海马号角的小孩。罗宾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，一整夜只有他是醒着的。山治冷静地分析了一下，有可能大家并不是失忆，而是被人夺走了记忆。路飞乐观地站起身说道，有没有记忆都无所谓，再和大家进行更有趣的冒险就行了。路飞积极的态度感染大家，重新振作起来，开始在船上各自忙起自己擅长的事情。索隆游到附近的小岛后，因为迷路找不到城镇，胡乱走到一个崖边，开始自己记忆搜索。他只能记起来自己剑道馆训练、自己的好友去世这些事情。
但是他要打败鹰眼，成为世界第一剑豪这个理想铭刻于心，从来没有忘记。入夜时分，号角小孩再次偷偷的来到梅利号上，这次他要将大家的记忆全部夺走。不过这晚山治和罗宾都没有睡觉，外面的号角声一响起来，罗宾和山治就察觉到了异样，跑出去查看，并叫醒了熟睡的路飞三人。小孩看到大家都被吵醒了，恼羞成怒，准备使用绝技对付罗宾和山治。路飞清醒后看到小孩居然站在自己的特等席上，暴跳如雷，冲过去就要揍那个小孩。小孩吓了一跳，用脚踢开路飞，路飞跌倒时一个战斧劈腿，没有击中小孩，却踢到了他的海马号角上。小孩怂了，跳入水中逃跑。号角里突然出现了一阵蓝色烟雾，将路飞包裹起来。路飞的记忆恢复了。路飞恢复记忆后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乌索普进行无情打击，自己才是海贼团的船长，乌索普只是船上的狙击手。大家经过商议，决定先休息一下。路飞打算明天登岛去找回索隆和娜美，但除了拥有记忆的罗宾，其他人对找回索隆十分抵触。索隆是海贼猎人，而且看上去很讨人厌，不好相处，何必找回来呢？路飞说，草帽团的所有成员少一个都不行，一定要将他们全部找回来。不过索隆似乎也很抵触回到船上与大家在一起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索隆自己恢复记忆了。路飞等人的身手让海马小孩颇为忌惮。为了对抗路飞等人，海马小孩决定拉一个人入伙，那就是强悍但又失去记忆的索隆。索隆对周围的动静十分敏感，贸然接近是十分危险的。他想出了一个能够驯服索隆的办法，与索隆同一个岛上的娜美找到了一间客栈暂住。结果天亮准备结账时，娜美发现客栈的老板和服务生完全不记得自己，仿佛一夜之间记忆就消失了。娜美突然想起来自己在梅利号上的表现，难道自己和他们一样，记忆莫名其妙的消失了？天一亮，路飞就神清气爽地招呼其他人起床，然而大家早就已经在一个小岛上等着路飞了。大家准备做一个木筏前往娜美他们所在的岛屿。路飞让乌索普来制作木筏，乌索普十分不屑，自己可是一个海贼团的船长，这一次也是个狙击手，怎么可能做船工这种活计呢？不过看了其他人做的木筏实在是太过丑陋，不仅丑陋，而且根本无法下水。乌索普只好自己动手，做了一艘十分完美的木筏。大家乘坐木筏来到岛屿上，向居民打听娜美和索隆。但是十分诡异的是，岛上的人连头一天自己做了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更记不得娜美和索隆了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路飞一眼就看到了驾驶威霸路过的娜美。娜美转头想溜，路飞伸上手臂将她抓了回来。娜美以为路飞等人是来找她抢回财宝的，死死地抱在怀里。她现在一心想回东海的家乡，想了想，决定和路飞他们做个交易，给他们分一半的财宝，自己搭乘他们的船回到东海。路飞直接拒绝了娜美，不是财宝的问题，而是因为娜美本来就是他们的伙伴，路飞绝对不会让她离开。和海贼是伙伴，娜美一阵厌恶和抵触，自己最讨厌的就是海贼了。不论如何，自己都不能与这些人为伍。众人经过商量后，决定找到那个海马小孩，狠揍他一顿，夺回大家的记忆。路飞二话不说，拉起娜美就跑，其他人也被路飞所感染，纷纷跟了上去。乔巴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是他在这里找到了有伙伴的归属感，逐渐放下戒备，开朗起来。大家在岛上四处徘徊，罗宾解读了岛上的古代文字，似乎找到了海马小孩的信息。众人听从罗宾的建议，一起前往龙宫城。就在草帽团到处寻找索隆和海马小孩的时候，海马小孩接近了索隆，一边挑拨索隆去对战路飞，一边用自己的海马号角的力量操控索隆，将索隆变成自己属下。路飞一行人行入到丛林深处，乌索普在后面一边吓唬乔巴，一边和乔巴吹牛。突然窜入来一条大蛇，吓得二人四处乱跑，跌倒山坡下。在这里，他们遇到了神情诡异的索隆。索隆的眼神中明显透露着很强烈的杀气，他冷漠地看了乔巴和乌索普一眼，然后径直离开。乌索普觉得索隆有点奇怪，于是和乔巴就在后面跟着，走了一段路就和路飞他们会合了。路飞看到索隆后十分开心，一边走过去一边大声打招呼。山治感觉不妙，大喊一声危险。索隆突然拔刀而向，砍向路飞的脑袋。路飞反应很快，一个缩头功躲过了索隆的攻击。索隆拔出双刀继续攻击，路飞让其他人先离开，自己留下来对付索隆。索隆提刀冲过来，路飞跳下来一拳打过去，索隆躲开，使出三刀流。路飞懵了，看来索隆是动真格的了。他使用机关枪攻击，索隆一一躲开，然后砍过去，接着一招鬼斩，在路飞的胸口上划开2道伤疤。二人在丛林中打得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路飞不怕枪，但是索隆的刀正好克制他。索隆使出大招三刀流奥义3000世界，路飞用出了火箭炮，二人招式对撞，情况未知。罗宾带着其他人去找海马小孩。娜美因为早年的经历，似乎有一些被害妄想症，一直在琢磨着这群人莫不是要把自己骗进森林后，然后行不轨之事。
为什么要听那个陌生女人的话，乖乖跟她走？他突然站住脚，告诉其他人，罗宾和路飞一定是在骗他们，自己现在就要回去东海了，只要大家跟着自己，一定可以回去家乡。娜美这样一说，乌索普、乔巴心里都开始产生动摇。罗宾并没有争辩什么，只是说每个人都有要实现的梦想，毕竟梦想还有什么东西更重要呢？乔巴选择相信路飞，因为路飞没有歧视他，反而把他当成伙伴。山治一心只想找回记忆，狠揍那个小鬼一顿，要不然心里咽不下这口气。乌索普犹豫了几秒，想想不找回记忆太亏了，还是决定和罗宾前进。娜美见大家都走了，没有人站在自己一边，只好勉强跟了上去。罗宾告诉山治，在来时的石碑上写着岛上有吞噬记忆的怪物，看来和他们目前的情况很相似。每个人每天都在创造新的记忆，而那个怪物则一点点将人的记忆蚕食掉。此时，抱着海马号角的小孩突然冒出来，恼羞成怒。没想到这群海贼居然一下子就发现了自己的阴谋，只要自己用海马号角催眠他们，让他们自相残杀就可以了。小孩用海马发出红光，罗宾反应迅速，用能力捂住了娜美和乌索普的双眼。山治飞奔上去，小孩将红光对准山治。山治闭紧双眼，一脚踢中海马，一股蓝色气体涌出来，小孩子恢复了记忆。原来那个小孩也是被怪物操纵了，真正吞吃人记忆的是那个海马号角。海马跳起来想逃，山治挡在前面，气势逼人。海马十分顽固，就是不肯交出记忆。山治一脚将海马踢飞，蓝色气体再次涌出来。娜美和乌索普记忆恢复，海马还想偷溜，不肯把记忆全部交出来。山治冲过去，接着又是一脚，将海马踢得好远。乔巴和山治的记忆也恢复了过来。现在草帽团就差索隆的记忆没有恢复。乌索普问出了关键性问题：如果索隆的记忆没有恢复，会怎么样？这时，索隆提着3刀，带着满身的杀气向大家走来。山治点燃一根烟，走到前面。海马躲在水里，远程操控着索隆。山治冲上前，率先出击。索隆扛下山治一脚。接下来，索隆说的一句话让山治大为震惊：“别妨碍我，臭厨子！这明明就是恢复记忆了，而且岛上的人都恢复记忆了。”刚刚索隆提到满身的杀气，就是想直接砍了那只海马。海马一见大事不妙，立刻潜水逃走。索隆大吼着跳入水中追了过去，和海马纠缠一阵，终于抓获。海马喷出一堆气体，使出了绝招。在烟雾中，海马将所有人最深刻的记忆唤了出来。接着，海马释放出一阵光波，所有人发现身体突然动不了了，而海马膨胀数倍，变成了一个气球一般的巨型海马。这时，草帽团再次发现他们的记忆彻底消失了，连自己是谁都记不起来了。路飞一看那条龙这么有趣，玩心大起，冲过去将海马紧紧缠住，想要骑一下。海马膨胀得太大，被路飞一缠，喷出了记忆。路飞恢复记忆，怒从心起，这小子居然3番5次的夺走大家的记忆，既然你这么想飞，那就直接打飞你吧。路飞狠出一拳，揍在海马的脑袋上，接着飞起一脚踹中了海马圆滚滚的肚子，海马将所有的记忆喷射出来，惨叫着飞走了。草帽团开心地向村子里走去，他们帮助村民夺回了记忆。原以为村民一定会好好感谢他们，没想到刚来到村子，村民们就举起了刀枪。原来是之前的那个小孩，他告诉村民是草帽一伙夺走了大家的记忆，村民们一拥而上，草帽团只好掉头跑路，真是惨兮兮呀！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